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今天讲述的收录于天涯论坛。楼主说，他的母亲在乡下老家养胎的时候，有一天家门口经过了一个背着麻袋的算命先生。这位先生在他的母亲面前站定，算了一卦，并且不顾母亲是否愿意听，直接说道：家中长子3岁，腹中的小儿生于龙年、龙月、龙时，有天子命，但却活不过3岁。家中的长子生于阴月、阴时，两子相克，需要注意远离石灰、山土、犬类。结果就是这位算命先生呢，被楼主的母亲骂骂咧咧地赶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也渐渐地淡忘了这事儿。那年楼主6岁，他的弟弟是3岁生日。因为弟弟吵着要吃红烧肉，家里正好也没有酱油，于是他的父亲呢就出门去买，临走前还交代他要照顾好弟弟。他们在城市里住的房子呢，前面有一个陡坡，坡边有一个放杂物的房子，房顶只是简单的用石灰粉覆盖。他和弟弟在门前玩蚂蚁的时候，不知是谁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转身，随后听到背后传来了一声尖叫，转过头却发现弟弟早已不见了。他愣在了原地，直到一个晒衣服的邻居看到以后，把他的父亲喊回来，才知道弟弟出事了。弟弟的头部被钢筋刺入，奄奄一息，送到医院以后只撑了几天便去世了。有天晚上，他的母亲梦见了弟弟。弟弟说他找不到家了，想念母亲，希望妈妈接他回家。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确实搬家了。母亲和父亲商量以后，决定不立牌位，不立坟，因为听说小孩子死后回来只会让家宅不宁。从那天开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疚没有照顾好弟弟，楼主经常会无意间地看到模糊的白色影子。这个影子无法用文字去形容，白色的，很模糊，就像透过油布纸才能看到的白影，不高不大，时隐时现。这第二件事，有一年清明节，他在老家拜祭祖先。那时他8岁，和堂弟在楼上玩着弹珠，楼下的大人们忙活着做饭布置祭坛。他和堂弟呢玩得非常的开心，一颗弹珠正好卡在了木质地板的缝隙里，他抠了半天才抠了出来。透过缝隙，他看到很多人坐在凳子上在吃东西，他们一边抹鼻涕一边流着泪，毫不在意地把东西送入口中。还有一个人居然抬头看了看上面，还咧嘴笑了。楼主当时吓得哭了起来，奶奶听到他的哭声，从旁边的房间过来，抱着他安慰着他，可无论奶奶怎么劝他，他都一直哭。最后所有人拜祭完祖先准备吃饭，而楼主呢死活不肯吃，他嘴里一直喊着脏，不吃，脏，结果还被他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这第3件邪事发生在楼主的初中时候。他曾梦见过自己高中开学第1天的情景，他和他的父亲站在小卖部门口准备买席子和日用品。一个学生呢被老板娘推出了店铺，说是这个学生偷了店里的东西，然后就迎来了很多人的围观。那个学生最后就给跑掉了。他和他的父亲回到宿舍，打开宿舍门进去，里面有3位同学，一个胡某某，一个王同学，一个苏同学。中午吃完饭，他送他的父亲去了校门口，却遇到了小学同学，于是2人打完招呼以后去球场打篮球。他完成了一个有史以来最牛的扣篮。梦境做到这里，再来看现实。高中开学的第1天，他和他的父亲到班主任那里交了钱，领了书，接着呢被校长带到了宿舍。由于是第1次住校，他也没准备席子和日用品，因此和父亲去了学校的小卖部。可刚准备进店铺，一个同学就被老板娘赶了出来。老板娘说这个同学他偷东西。楼主的脑子里就像是被电了一下似的，他在想，这一幕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同学骂了一句：“偷什么了我，王八蛋！”而此时的他，居然和那个人同时说出了这句话。楼主的父亲在一旁看的是目瞪口呆。买完东西以后到了宿舍，推开门一看，已经有3位同学在里面了，一个姓胡，一个姓王，一个姓苏。接着楼主送他的父亲出了校门，可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小学同学，他们去了篮球场，而楼主最后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弹跳力，居然单手扣篮，还把篮筐都扣歪了。这也成为了之后3年学校热议的话题。难道这仅仅是即视感吗？这第4个故事，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楼主他们这些艺术生有特权，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可以去校外学习画画。之后的那半年发生的事儿，简直是楼主高中时代的噩梦。他的画画老师姓侯，是玉皇山下画画培训班的资深教师。他们202名来自各地的学生都被安排在了浙江之江校区学习画画。侯老师很关心学生，经常给他们提供食物，并安排老师上课，以防止他们的文化课在高考时候脱节。楼主的宿舍加上他共有6个人，他们这202名学生住在一栋只有4层楼的宿舍里，灯光昏暗，周围的几个宿舍楼都是空着的，没人住。楼主挑2件事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儿发生在半夜。那天临睡前，楼主他们关好了阳台门、窗户和大门，因为老师叮嘱过晚上会有风的，让他们关好门窗，注意保暖。半夜，他突然地睁开眼，四周一片黑暗，只有一点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楼主感觉自己的脚有点冷，因为他睡觉的地方正好对着阳台门。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阳台，门是开着的。后来想想，也许是某个同学起来上厕所了吧，因为他看到阳台的厕所有亮光。没细想，准备接着睡，再闭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爬起来准备上个厕所。他们的阳台呢是没有挡风窗户的，正对着那些无人居住的宿舍。晚上不开灯的情况下，看起来还是挺可怕的。楼主他敲了敲厕所的门，问谁在里面，没人回答。又敲了敲，还是没有人回答。楼主心想，可能是某人正在打号吧，就没有打扰。刚想回到床上继续睡，厕所的灯灭了，但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冲进了房间，关上阳台的门，钻进被窝里，直打哆嗦，模模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他问起半夜谁上的厕所，但宿舍里每个人都说，昨晚压根儿就没醒来过，更别提上厕所了。这第二件事儿是他和宿舍的朋友出去打游戏，半夜回宿舍。他们一行7个人，从转塘上完网吧回来已经是半夜了。学校大门不让走，他们也只能翻学校的后门，因为那边离宿舍近。他们7个人有说有笑地走着，其中一个说要方便一下，大家就笑话他，这随地大小便会遭报应的。说完呢，就继续地走。等他们翻过墙以后，听到后面要小便的哥们儿喊了一句：“别走那么快，等等我啊！”大家虽然没有停下来，但脚步却放得很慢。眼看就要走到宿舍楼了，可那小子还没跟上来。这条路没有路灯，黑漆漆的。楼主他们怕刚才那哥们儿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原路折回去找。等他们走到后门的时候，全都吓住了。只见那小子头和双手朝下挂着，脚笔直地勾在墙上，一声不响。楼主他们6个人用尽了全力，都无法把他从墙上给放下来。还好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灵机一动，说叫大家朝天上吐口水。吐完口水以后，那小子全身一软，挂了下来。直到现在，楼主都还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6个大男人怎么拉都拉不动的人，可吐完口水以后，他就能下来了？再后来，那个同学神情恍惚的和他的父母走了，而这件事儿，大家也渐渐的不再提起。你知道吗？在酒吧、电影院、医院这些地方，往往因为自身磁场的原因，会出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而今天要讲述的事情，就发生在楼主朋友的身上。这个朋友自幼体质特殊，容易招阴。说起来，他这个容易招阴的体质，可能和他小时候偷吃贡品的事儿有关。楼主朋友在小的时候和他的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那时候他们家里有一间房，常年锁着，门打不开。突然有一天，那扇门自己打开了。这个朋友讲，他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摆放着供桌，但非常诡异的是，供桌上除了摆放着一盘桃子、苹果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类似牌位的东西。这个朋友那个时候年纪小，哪里忌讳这些，看见吃的就直接过去拿了一个桃子来吃，结果到了后面直接食物中毒，住进了医院。这事儿发生以后，朋友过去问过他爷爷奶奶有关那间房间的事儿，老人家却只是眉头紧皱，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讲。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朋友的体质发生了变化，变得异常的敏感，能够感应到自己身上和周围有不干净的东西。有一次他走到楼梯，看到一个老婆婆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幅度在盯着他看。朋友呢，只觉得浑身发怵，关键是他还不能看到那个老婆婆的身子，只能看到头，身体部分若隐若现的隐藏在黑暗当中。朋友只觉得不对劲，就赶紧的从楼梯上跑走了。还有一次，他喝了啤酒走夜路，经过了一个小巷子，虽然巷子里面有路灯，但光照不进来。这个朋友隐隐约约的能够感觉巷子前面还有人坐着，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缓缓走进了巷子，走了一小段，就感觉到上面有东西在看着他。这个朋友浑身发麻，赶紧的从巷子里面走了出去。这一走出就感觉不到了，但耳朵里仍旧嗡嗡作响，能听到那些人说话和吵闹的声音。还有一次，这个朋友过安检，在进行人脸识别的时候，他能清晰地看到脑袋上面有明显的粒子飘过去，是很大块的那种，慢慢地从他的头上飘去。根据这个朋友的说法，他身上常年跟随着一个东西，他能明显地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这个东西对他并没有恶意。之前有一次他走夜路回家，差点被埋伏在一旁的醉汉袭击，但是他能够感觉到那个附身在他身上的东西凑在他耳边说：好冷啊，快回家吧。他当时认识一个出马的弟子，这个出马弟子告诉他说，这大概是这个东西在默默地守护他。而这个朋友身上的这个东西已经快20年了，一直和他以一种和谐共生的方式相处着，并没有伤害他。有人说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身上带有冤亲债主，但如果是冤亲债主的话，为什么不会伤害他呢？因为个人体质原因，这个朋友偶尔会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做检查也检查不出有任何的问题。为这件事儿，他特地的去他家周围的寺庙拜了一圈。然而当他一进入寺庙的大殿，看到庄严肃穆的佛像之时，就感到身上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受不了，浑身出汗。说回正题，今年3月，这个朋友在重庆的渝中开了一家清吧。因为家庭原因，他并没有去专门的看过风水，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问题。据这个朋友讲，店面是去年的11月份多接手，装修到今年的2月底结束，在3月5号开始小漏水。当时检查出来漏水的原因是楼上导致的，于是这个朋友就去找了他家楼上沟通了一番，接着进行整改。3月6号也就没有漏水了，只是水的印记还在，但已经没了什么大问题。
随后他在3月16号发了通告，正式宣布试营业。直到4月2号这天晚上，突然发现地上有大片的积水，随后发现从门口墙上以及天花板到最里面的墙面和天花板都有或大或小的局部面积渗水。这种情况从那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中途有整改过。房屋管理所说是上下楼层之间的缝隙渗水所导致的。毕竟重庆的这个时候正值雨季，但实际上那些位置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依然处于潮湿渗水的状态，特别是吧台的位置，潮湿到发霉，从来没干过。而且酒吧的内部时常发出异响，时不时的会发出楼上有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类似手机掉地的那种。这个朋友在店里挂了很多的挂画当作是装饰，但这些挂画总会莫名其妙的掉下来，但其他同样胶粘的却从来没掉过。之前有段时间，他说他会看到雾雾的东西在大厅里，询问店里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但这个朋友确实能看见这种东西，有时候他做事比较集中，会突然的感觉到有人从身边走过，但回过神来检查，却发现压根儿没有人从他的身边走。遇见这种情况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厕所里了，通往厕所的走廊，还有就是店门口附近。这个朋友因为这事儿还去烧香请求保佑。正常人烧香，香都是往上面飘的，可他就不一样了，那个香会跟着他走，飘到他的身后。按照高人的说法，这是有东西在偷香火。最要命的一点来了，这个朋友讲，原来那个跟了他快20年的东西，最近感觉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好像是被什么更强大的东西给驱赶走了。按照他的说法，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上附上了一个更加有压迫性的东西。据他的说法，他之前和朋友一起去永川玩，经过一个小镇里叫文峰古街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荒废了很久的坛，里面供奉着观音。当时他的朋友本来对这些说法都是嗤之以鼻的，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就像是鬼迷心窍了一样，执意的想要去那个坛里抽签，还说很灵验。所以呢，当时他很不以为然，觉得随便抽个签应该没什么事的，就随手的从里面抽了支签。说来也巧，他抽的是里面的最后一支。抽完签，签上说他待人和气一些会更好。刚巧他那段时间脾气特别的暴躁，他就觉得这签很准，就把这个签带了回去。直到有一天，他感觉到有东西在压他，当时就想到了是这签的问题。那天他就准备把这个签给烧了，可诡异的现象就发生了，他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把那个签点燃。当时他身边跟着另外一个人，见他半天没把签烧掉，就把签拿了过来，结果他来试着点，一下就点燃了，很顺利的就把签给烧掉了。最恐怖的事情发生在后面，烧签时间过去了没多久，那个帮他烧签的人就出了意外，去世了。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突然虚弱了好几天，去医院检查都说他身体没问题。现在他深深的怀疑，那个东西就是从那个坛里跟来的，可能现在已经跟着他赖在他家的酒吧里不走了。为此他还去找了先生，先生说他这种情况可能是五鬼穿供。这件事呢，总的来说他是信一半不信一半，但所有的经历仍让他后怕不已。哭声，这是我的真实经历。大概在7、8年前，我家是租住在一栋自建房里，房子比较小，厕所也是公用的。其次，在我们租的一间房子的窗户对面是一座满是坟墓的山。发生在我身上的怪事有2件，至今无法解释。我先说第一件吧。
我有一个堂哥，是我伯伯家的。小时候，堂哥和我关系比较好，但在我读初二那年，他在乡下的学校被2个小混混给打死了。这件事当时对他父母的打击挺大的。他家住在农村，是那种土墙房。在我表哥去世大概没多久的时间，我伯母坐在门口发呆，大概是在思念他儿子。家里的灯都是开着的，但整个家只有我伯母一个人在门口，并无其他人。就在我伯母思念我堂哥流泪的时候，家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我伯母听到叫声就冲到家里去查看，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后来我爸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睡觉时，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窗户对着坟山的那间房子。我爸有一个习惯，晚上喜欢开着灯睡觉，睡到一半迷迷糊糊的，我爸发现自己没法动弹，似乎是遇到了鬼压床，但房间的灯还是开着的。我爸挣扎了半天，终于能把头转过去。就当他转过去时，就看见我已经去世的表哥。此时的他正在我爸的旁边打着呼噜。见到这种情况，我爸顿时就给吓懵了，突然身体就又能动，我爸就慌忙地跑到楼上去睡了。后来还有一次，我也去到了那个房间里睡觉，那是我表哥去世之后，我第一次去那个房里。睡到一半的时候，同样也遇到了鬼压床。此时房间的灯由白色变成了非常昏暗的黄色灯光，我动弹不了。突然我发现我身旁有一个黑影一直在盯着我看，紧接着在我的身旁不停地走动，我没法动，只觉得胸口很闷，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房间已恢复正常，我也能动弹了。醒来以后，我很久都喘不上气，就像是憋了很久的气一样。我也是和我爸一样，迅速地逃离那个房间，避而远之。第二个遭遇同样也是在那栋房，是发生在第一件事情之后。那时候谈了一个对象，和我在一起住着。一天半夜，他想起夜，但很害怕，就把我叫上陪他。那个时候虽然是夏天，但半夜的风很凉，出门风一吹就清醒。我们是在下一层上的厕所。为什么去下一层？因为下一层的厕所卫生环境要好一些。就在对象进去上厕所，我在门口找了个地方坐着等他。半夜很是安静，突然我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当时我还觉得很正常，因为毕竟不止我一家住。但没过多久我就反应了过来，我们所在的这一层楼根本就没人住，都是住在楼上，而且没有哪家有小孩，更别说这么晚出现婴儿的哭声了。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对这里的邻里情况也很熟悉，住的什么人，住在哪间房都一清二楚，所以当时是不应该有婴儿的啼哭声的。我以为是自己幻听了，于是便更加仔细地听，发现这哭声没断过。过了10多秒，我对象上完厕所，我害怕吓着他，所以没问。到了第二天，我问他昨晚上厕所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他说并没有听到。但我当时听得却很清楚，确实有婴儿的哭声，确定不是幻听。声音不知是从厕所传来的，还是从楼梯间传来的，所以也不会是我对象在恶作剧。后来我爸给他造成阴影，也就没继续的提这件事儿了。学校，这是我的老师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他以前是个很严谨的老师，总是很严格的要求我们学习，还经常告诉我不要相信那些迷信的东西。刚开始他的严格让我感到很不好受，但相处的久了，我的成绩慢慢提高，关系也逐渐的融洽。记得有一天特别的热，屋里没有开空调，根本没法集中精力的学习。因为我最近学习态度很好，
他就给了我一点休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突然给我聊起了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位老师响应号召，去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教书。刚开始，大家都对那里艰苦的生活环境感到不满，条件很差，学生们几乎都不识字，村民们也很落后。他说他当时想过要离开，但想到他们是来培养孩子的，还是决定留下来。他们在一个废弃的老楼里开始了教学工作。这栋楼有3层，外面爬满了绿色的植物。他们稍微整理了一下，这地方就成了他们的学校，每个老师都有了自己的住处。我的老师住在3楼，旁边就是教室。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教书、批改作业和做一些体力活。有一天深夜，大概是12点左右，他正在批改作业，外面一片漆黑。作业越来越难改，因为他们教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即使这么晚还在工作，他心里还是很满足。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以为是学生家长来送东西，或者是关心孩子学习情况，就像以前常有的那样，他头也没抬，说了一声进来，继续的批改作业。但还是没有人进来。他又听到了敲门声，这次他抬头看了看，还是没人进来。他开始觉得可能是学生的恶作剧，于是放下笔，走到门口，想到如果抓到他，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番。接着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竹子扫地的声音，很轻，但他知道这不是错觉。接着又是敲门声，他猛地打开门，但门外什么都没有。他吓得立刻关上了门，把门锁了好几道，然后回到了桌边。这件事儿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来过，怕被人笑话。但到了晚上，他又开始害怕起来。他巡视了一遍学校，锁好教室的门，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以为早点睡也就能没事了。但凌晨3点，他被冻醒，接着又听到了敲门声。他从门缝里往外看，还是什么都没有。外面的风很大，树枝摇晃，还发出着奇怪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敲门声，还有隔壁教室也传来了声响，像是有人在砸东西。他很想出去阻止，但太害怕了，只能待在原地。那一夜他一直熬到了天亮。在第2天早上，他赶紧的去看了那间教室，却发现一切正常。他当时吓坏了，找村长说了这事儿。村长安慰他，给他换了房间，并且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后来他换了房间，就再没发生这类的事了。很多年以后，他回去看了那所学校，发现一切都变好了，学校也翻新了。他还听说，在他离开后不久，有个老师也住在3楼，但在3个月以后就发生了意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内容，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